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眨眼间，我的美国个人税号 ITN 申请下来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在申请 ITN 成功之后，我第一时间在我炒美股的主力券商德美利证券后台添加了自己的 ITN 号码。德美利证券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券商。除了它的客户服务非常好之外，它还会帮我们每年去向 IRS 去报税。比如说我在2020年份的时候，把我个人的税号添加到了德美利证券的后台，然后我在 IRS 的美国国税局的官网上面就可以查到自己2020年的报税记录。IRS 美国国税局的账号推荐所有 ITN 的小伙伴都去注册一个。注册的教程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有 ITN 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注册成功。具体的方法我之前做过视频向大家介绍过，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观看之前的教程。我们来到国税局官网的登录页面，大家可以直接去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去跳转到这个页面，然后直接去点击这里的登录。登录成功之后，在首页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官网是只支持英文的，不支持中文，大家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在首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自己的欠款的总金额比如说我这边的话是0美元，是没有欠税的。那么如果说没有申报的状态的话，这里会显示去年的税务还没有申报，会提示我们进行申报。当然如果说你没有欠税，也不用担心税务风险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申报的。那我这边申报的话，主要是因为要给 ITN 去进行延期。我们要如何去查看自己是否报过税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边的税务记录，在税务记录这边，我们去点击这边的获取成绩单，接下来就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然后选择查看原因，我们随便去选一个就可以了，点击一下，然后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税务记录的概览。我们在第2列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账户的一个报税的记录。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2020年是有报税的，是因为我把我的 ITN 号码添加到了德美利证券之后，德美利证券的话，它会主动的向 IRS 进行申报所以说这边的话会有一个税表。但是在2021年和2022年的时候我已经迁移到了嘉兴理财，嘉兴理财并没有主动的去申报，所以说这边的税务记录全部都是0。到2023年这边的话，我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就主动的去进行了申报，所以说这边的话也是能够看到记录的。我们直接点击2023年，接下来系统就会下载我们报税记录的 PDF 文档。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报税的一个详细的内容。接下来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为什么要用 ITN 去报税。那么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在 ITN 成功之后，每3年必须要报一次税。那如果说没有报税的话， ITN 号码就会失效。如果说德美利证券的话，它是会帮我们去报税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主动的去找会计师去申报税务，也就省去了多花一笔会计师的费用。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德美利证券已经被嘉兴理财收购了。在被嘉兴理财收购了之后，我也第一时间转到了嘉兴理财。那么非常遗憾的是，嘉兴理财并没有主动的向 IRS 提交我的税表所以说导致我在2021年和2022年这2年的报税记录全部都是空白那么今年的话，为了给我的 ITN 去续期所以说我就主动的去找了会计师去进行一个税务的申报。那么用 ITN 要怎么样去报税呢？这一步的话，我们必须要找美国的会计师去进行一个代申报没有办法自己去申报的。那么怎么样去找会计师申报税务呢？其实非常简单无论是在美国有银行账户还是券商账户，每年年初的时候，这些金融机构都会主动的给我们去发税表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去收到1099税表，或者说 1042S 税表。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1099税表是 I1 身份的，收到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税务身份混乱了？会不会对以后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其实不管是收到了什么税表，我们只要在报税的时候以自己现在的非税务居民身份进行申报，填写1040NR 税表就可以了。即使我们收到的是1099税表，在申报的时候把1099税表上面的项目填写到1040NR 就可以了。这个工作的话，会计师会帮我们去进行完成。我们把这些税表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发送给会计师，会计师就会根据我们的税表来为我们去填写1040NR 的税表。我是在3月17号的时候把自己所有的税表整理好发送给会计师。1个礼拜之后，会计师完成了我的税表申请的填写，并发送给我确认。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会计师会把纸质的税表邮寄到 IS 美国国税局。美国国税局在收到我的税表之后，就开始处理，录入系统。官方的说法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来处理纸质的税表。整体的进度的话，我们可以登录美国国税局的网站来进行查询。那么要使用美国国税局的网站，首先要进行注册。注册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用美国的 ITN 就可以注册成功。具体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我的之前的教程来进行申请。大概1个半月之后，我登录 IS 的后台就可以看到自己2023年的税务申报了。下面和大家去分析一下用 ITN 报税的3大理由。理由1是申请退税。去年的话，我的除了美股的收入之外，其他最主要的额外收入就是开银行账户的奖金，主要是包括推荐别人收到的奖金，还有完成开户奖励的奖金。这些奖金的话，本来我以为可能要扣30%左右的税，但是收到会计师的税表之后才发现，这些收入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根据中美的税务条约来进行豁免申请的。所以说，其实这些钱的话，我1分钱的税都不用交。最后 IS 官网查到的申报结果也是一样的，是不需要交税的。那如果说我自己去操作的话，我是根本不知道这个税务条约的。所以说我觉得找会计师报税更多的是在替自己去省钱。其实最后我们所要交的就是美股券商里面的利息税还有分红税。我这边的话，会计师在填好税表之后还通知我说，我这边可以获得8美元的退税。这个退税的话，一共是有2种方式可以收到退款。一种方式就像会计师提供自己任一家美国银行的账户，会计师会把银行账户写入到税表里面，最后美国国税局会把退税的金额直接打到这个银行账户里面。像我的话，我提供的是我BOA 美国银行的银行账户。在5月1号这一天的话，我收到了 IS 的税务返还。那如果说没有美国银行账户的话，美国国税局默认会写一张支票，然后存到我们的美国私人地址，然后拿到支票之后，我们存到银行就可以了。那么报税的第2个理由就是给 ITN 去延期续命。ITN 在申请成功之后，是每3年必须是要报税1次的。那如果没有申报的话 ，ITN 就会失效。一旦报税过后 ，IS 就会有我们的记录 ，ITN 就可以再续命3年了。报税的理由3就是消除税务风险。那如果说在过去1年有比较多的美国境内的收入，那么为了防止有税务风险，最好还是去主动的去进行一个申报。或者如果说计划在近期进行移民的话，那么强烈建议还是要去进行申报的，要不然的话可能后面移民会有未知的税务的风险。以上就是介绍的我今年用 ITN 去报税的一个经历的分享，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那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